Hello，歡迎大家收睇金金貓模型頻道。今集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最新推出 HG 電影版新突擊自由高達極，同埋2011年推出嘅 RG 第一代 Freedom 啊！喺呢度咧要多謝我嘅親人，免費借出山積咗超過10年嘅 RG 自由高達，咁令到我可以製作一集陪你清山積系列嘅分件成品大比拼嘅。呢個 HG 突擊自由高達極出自於啱啱上映完嘅2024電影版 Steep Freedom。不過佢嘅名呢，要加個極字後面呢，就真係令我覺得有啲奇怪啊！咁做譯名嗰位朋友呢，一定係好中意玩人中之龍。咁而呢個 RG 嘅第一代自由高達，咁屬於最早期嘅 RG 系列模型啦。咁會唔會又出現腰軟又或者成日跌件嘅問題呢？咁一陣間會為大家解答嘅。不過喺分享組裝過程同埋模型成品之前，咁我都想簡單打開呢一盒啱啱先至推出 HG 電影版嘅突擊自由極啊！呢一盒模型板件總數有11塊，咁售價就係港幣168蚊。第一張保色貼紙嘅數量其實已經好過年頭推出嘅飛星自由啦，而呢一張黐喺背脊翼上面嘅粉紅色貼紙就比較硬身同帶啲反光嘅。骨架方面，由上一代突擊自由高達開始就轉咗做金色啦。咁我估有朋友係會選擇重噴另一款金色。咁部分件都有啲水紋噶啦。細心啲睇，骨架金色咧係有2款嘅。咁好快咁樣睇睇其他零件啦。大家19歲嗰陣係做緊啲乜嘢呢？基拉教大家識女朋友嘅重要啦。19歲就成為準將，你哋點睇？2款模型大約用咗我4日時間去整，滲線同埋磨件就係我一貫嘅作風。咁至於 RG 係用咗副廠水貼嘅。可能有一個錯覺啊，好似 HG 版比較大，咁其實係一樣。咁因為我唔夠位啊，要將 HG 放前一啲，咁就變到好似 HG 比較大啊嚇。咁高度大家係一樣嘅，咁向大家講聲唔好意思。第一代自由高達出場於2002年嘅 Gundam Seed 嘅故事後期。咁佢係咪亞斯蘭揸呢？我可以好肯定講唔係啦。咁佢都係基拉大和揸嘅。第一代嘅 RG 系列模型要上支架，總係會困擾好多玩家嘅。咁說明書表示係要用途中嘅別買支架，再配合呢一件 G13 零件先至可以上得到。咁我就好窮啦，買唔起，就用咗 MG 嘅配件嚟做連接，都算穩陣嘅。咁大家喺呢一方面要留意啦。事隔20年之後推出嘅 HG 版本 Gundam Steep Freedom 嘅主角機突擊自由極，外形都相當好，咁相信都係今年嘅 HG 必買高達系列模型之一啦。首先介紹一下2個版本嘅武器分件。電影版嘅新突擊自由會多咗一把黑色劍身嘅反光武士刀，咁亦都有一把致敬龜龍1號嘅雙頭激光劍，可以作出組合嘅左右激光槍同埋光線盾牌。而初代自由高達就有一支激光槍同埋實體盾牌。首先組裝 HG 2把激光槍，咁由16件分件組成。由於2支槍外形差唔多，咁我就砌一支俾大家睇。其實左手嗰支槍呢係長一啲嘅。2支槍嘅合體，先將位於右手槍嘅尾位拉開，之後將左手槍呢插入去，再拉起呢一度。完成。RG 嘅激光槍由8件分件組成，咁屬於傳統嘅高達武器，完美分析之餘，亦都非常之容易組裝嘅，咁亦都唔使做無縫噶啦。之後就係被珍飛了喺 Steep Destiny 嗰度用脈衝高達插爆嘅盾牌啊，由9件分件組成，咁亦都係完美分析。我覺得外形設計幾靚嘅。最後一次過俾大家睇睇2個版本組成嘅武器啦。
雖然兩個版本嘅自由高達武器係唔同嘅，咁但係都各自有獨特嘅味道。雖然故事只係過咗幾年啊，但係亦都睇得到隔代嘅進化。接住落嚟開始兩個版本嘅比拼啦。首先就比較頭部，大家可以睇得到兩個版本嘅頭部可動 ，HG 活動範圍比起舊版 RG 為多嘅。而且 HG 突擊自由極金色天線嘅位係可以換成另一個打開嘅狀態。電影裏面只用過呢一件武器一次嘅啫。身體嘅可動方面， Steed Freedom 系列嘅所有模型都有 Steed 可動系列呢一個賣點。至於 RG 始終係超過10年前嘅產品啦，咁身體活動範圍係真係差咗啲嘅。大家可以喺比較之中睇得到。頭部嘅 HG 突擊自由極係由10件分件組成，而 RG 自由就有12件。嗱，咁我盡量將分件放得近一啲，好讓大家睇清楚分別嘅。雖然只係有簡單嘅8件分件，但我覺得頭部嘅外觀好似係 HG 突擊自由極有型一啲啊，比較有霸氣。咁而 RG 自由高達嘅頭部外形設計感覺上就好似唔夠殺氣嘅。或者可以話係帶一啲祥和嘅感覺啦，咁但係同動畫頭部嘅設計又唔係太似喎。嗱，唔知道都有買呢一盒 RG 嘅朋友有冇同感啦？HG 嘅突擊自由極身體有18件分件，咁而 RG 就有17件。HG 版 Steed 系列機體嘅可動系統由今年1月推出嘅飛升自由同不朽正義，去到最近嘅強人都沿用呢一個系統。咁確實係帶俾各位中意 Steed 系列嘅 fans 一啲驚喜嘅。嗱，不過貼紙數量就真係比較多啦。寶石貼紙暫時除咗不朽正義之外差唔多都係一大張送俾大家。咁如果喺分件分析方面再做好一啲，相信各位都唔會吝嗇自己嘅銀包。咁我覺得 Bandai 始終係故意推出得比較差，嚟為將來推出嘅 MG 版鋪路嘅。嗱，雖然近幾年推出嘅 MG 高達模型係比較少啊。咁但係 Bandai 一日唔宣布斷拉，一日都仍然會再見到新 MG 模型發光發熱嘅時候。嗱，所以我相信 Steed Freedom 嘅 HG 模型喺不久嘅將來就會以 MG 嘅姿態出現喺大家面前。咁希望我真係會估中啦。RG 版嘅自由高達今次我就冇砌錯裙甲啦，向前升起冇問題嘅，而後裙甲都有少量嘅可動。至於 HG 嘅前裙甲，亦都一樣可以輕鬆打開，但係後裙甲就固定嘅。Steed 嘅所有版本機體都有一個特色，就係側裙甲都會有武器。咁呢兩個版本嘅 VSBL 炮嘅比拼又有啲乜嘢分別呢？嗱，大家可以見到啦，除咗外觀之外，長度就係第一代自由高達比較長嘅。跟住就係腳部嘅比拼啦。先俾大家睇睇兩個版本嘅外形有啲乜嘢分別。突擊自由極嘅腳部向前提起嚟到呢度係基本要求，向後就大約有咁樣嘅角度。Steed 可動系列充分顯示出大髀同腳部嘅夾緊啊！至於 RG 版會唔會又出現跌件嘅問題呢？嗱，呢一個長鏡我專登唔修剪，好讓大家睇清楚。雖然未必及得上 HG 啊，但係都係算合格嘅。再俾大家睇清楚一啲，咁我覺得兩個版本嘅腳部可動能力係平手嘅。HG 突擊自由極腰部由21件分件組成，而 RG Freedom 就有44件。先講一講 RG 經常出現嘅問題。嗱，呢一件就係身體接駁腰部嘅 ABS 樹膠件啊。嗱，大家可以睇得到中間只係用一個好細嘅圓窿同呢一個身體作連接嘅，其實真係好幼嘅，根本就唔夠力支撐個背包，身體會向後傾而導致呢一個位斷裂嘅。嗱，所以成日都聽到玩 RG 嘅模型，例如新安州啊同埋自由高達係會斷腰嘅。嗱，為咗避免悲劇發生，大家玩擁有大型背包嘅模型都係上支架啦。至於 HG 嘅腰部骨架設計，大家都見到呢一個位係比較厚嘅，身體接駁腰部嘅裝位都一樣比較厚，
斷腰嘅問題應該就可以避免。嗱，不過我都係勸大家咧小心一啲，上支架作展示啦。嗱，嚟緊嘅12月將會推出 R-Z 嘅電鍍版曉嘅，咁有啲師兄喺我拍攝嘅 HZ 版曉嘅影片留言呢，就話驚 Bandai 會以舊 R-Z 版嘅呢一個 Freedom 骨架呢嚟作為曉嘅骨架，咁我相信應該就唔會嘅。嗱，因為 Bandai 應該都知道一體成型骨架發生咗剛才我提及嘅腰部受力問題，咁最近推出嘅 R-Z， 例如上一盒嘅 W 系列艾比安啦，都已經徹底捨棄一體成型啦。所以我覺得嚟緊推出嘅 R-Z 曉或者會係一款令大家非常滿意嘅第一款 Steed R-Z 系列模型。嗱，不過我個人呢就唔太中意有指紋收集器之稱嘅電鍍面啊。嗱，因為我影嘢嗰陣呢，電鍍面係會反射得到我個樣嘅，咁因此呢，我會再研究一下好唔好買嚟同大家分享啦。嗱，不過今年嘅 R-Z 大作應該都係8月底推出嘅元祖高達 2.0 啊。咁我覺得 Bandai 願意再喺已經推出嘅舊版本模型推出 2.0 版，咁我相信日後曾經被視為失敗品嘅多款 R-Z 模型，或者有機會以新嘅姿態推出嘅。咁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希望 Bandai 真係會咁做，咁希望我嘅預測喺不久嘅將來會實現啦。HZ 突擊自由極嘅雙腳由50件分件組成，而 R-Z Freedom 就有54件。HZ 嘅腳部有一個特別之處，就係位於腳部裝甲位嘅骨架呢，係採用咗大家而家見到嘅 C 字扣嘅。我相信有好多朋友都覺得呢一個位日後係會出現鬆又或者白化嘅。嗱，我而家呢一刻就唔知道未來會點啦。咁但係腳部嘅組裝就冇乜嘢大問題出現，都非常簡單嘅。咁而且 HZ 版模型嘅黑線有陣時係比較淺，咁好彩呢款突擊自由極就唔使需要將黑線加深嘅。嗱，喺睇兩個版本嘅腳部組裝嗰陣，我都想問一問大家，喂，有冇朋友呢係由1月開始推出嘅飛星自由，直到而家，甚至連 PB 嘅黑騎士小隊每一款嘅 Steed Freedom 模型都買齊呢？喂，你哋砌其他機呢有冇出現問題啊？咁例如第一款嘅飛星自由，嗱，因為我聽到有朋友喺砌 HZ 飛星自由嗰陣，膝蓋個關節位一插入腳部嗰陣呢，係即時斷開嘅。嗱，佢有影相俾我睇嘅。咁唔知道係品質嘅問題啦，定係我朋友太大力插嘅原因呢？嗱，咁如果都有師兄出現我剛才提及嘅情況，喂，不妨留言講俾我聽啦。其實腳掌都有可動嘅， R-Z 版活動範圍簡單示範俾大家睇。至於 HZ 版嘅腳掌活動範圍，嗱，我就覺得同 R-Z 版相反嘅。手部嘅比較，我覺得兩個版本嘅活動能力差唔多，所以主要咧示範 HZ 俾大家睇。膊頭甲嘅拉起，呢個 HZ 版就多啲嘅。Steed 可動系列身體連接手部嘅關節，再一次展示俾大家睇啦。咁其實 R-Z 版都做得到嘅，但係感覺咧始終係 HZ 突擊自由極咧比較強嘅。最後兩個揸拳嘅比較，自由高達嘅特色飛翼背包啊！嗱，咁啊砌完手部同埋呢兩個背包之後，會打開所有翼擺 pose 俾大家睇。HZ 突擊自由極同埋 R-Z Freedom 雙手都係由50件分件組成。HZ 版有兩對手型，一對係開掌，咁而另一對咧就係拳頭。R-Z 就有3對手型，咁啊包括一對一體成型手掌。大家有冇入戲院睇 Steed Freedom 啊？嗱，小弟咧就係其中之一。咁我係睇香港首映嘅第2日嘅，咁地點就係時代廣場啦。嗱，當日見到好多朋友都係大約30歲嘅。咁完全令我感受得到入場收睇嘅朋友識高達 Steed 嗰陣呢，一定都係讀小學或者中學嘅。咁當時我都係讀緊小學㗎嚇。嗱，不過我都發現喺場內呢，真係有年紀比較細嘅朋友都有入場收睇，咁人數唔止一個嘅。咁我估應該都只係得10幾歲嘅啫，就坐喺我前面嗰行嘅。嗱，係冇大人陪㗎嚇。咁因此呢，我感受得到，只要你中意高達，任何年齡嘅朋友都會支持嘅。嗱，坐喺我隔離更加係一對情侶添。
所以乜嘢男人愛高達啊，女人唔明白，嗱呢啲説話唔一定嘅。咁啊，希望各位女朋友或者老婆多一啲了解高達嘅魅力，咁啊生活咧都會更加寫意。身體連接手部嘅方法幾特別嘅，先將呢個關節向後拉，然後就好似咁樣插入隻手，連埋關節收入去身體裡面就完成啦。最後就到背包嘅組裝。HG 版突擊自由極由33件分件組成，而 RG 版就有42件。都想問一問有入場收睇嘅朋友，喂，你哋對電影嘅內容最深刻嘅印象係邊一部分呢？嗱，首選大家會大聲笑嗰一部分，一定就係基拉咧俾亞斯蘭打，係全場起哄嘅。咁啊，真飛鳥想走去勸交，咁點知咧佢自己就無啦啦食咗一拳，咁真係咧幾好笑嘅。咁啊，仲有好多場景啦。例如佢用 Destiny 嘅分身大破黑騎士小隊，咁啊令到 HG 版嘅 Destiny 咧突然好賣起嚟。仲有亞斯蘭渣魔喺出場爆咗甲之後出現嘅無限正義高達 Special 2，但係最離譜咧就係同敵人對戰嗰陣可以諗起卡卡連一啲特別嘢嘅，咁完全咧就當前面嘅敵人冇到。咁其實究竟亞斯蘭有冇出盡全力呢？至於基拉大和今次嘅表現，就冇好似上一套高達 Destiny 一樣咁神化啦。嗱，如果唔係拉克斯走上戰場，相信都未必會有 happy ending 嘅。咁唔知道大家又點樣睇啦？雖然話今次係 STEED 嘅系列終章啦，咁但係票房咧喺日本等地都大賣，反應咁好，我覺得未來仍然都係會有續作嘅。嗱，不過都只係我嘅估計嚇，未必係真。如果呢一套 STEED Freedom 你而家仍然都係未睇嘅，不妨喺未來嘅日子用正常嘅途徑去收睇啦。嚟到影片嘅結尾，兩個版本嘅自由高達組裝過程同埋模型成品分享，咁我終於都剪輯好俾大家睇啦。咁用咗我好多時間同埋精神去製作嘅，咁希望由第一代自由高達直到而家都仍然中意呢一個新自由嘅朋友會中意我呢一段影片啦。雖然可能有人會唔中意將 HG 同埋 RG 嘅模型嚟做比較，咁而且我今次做呢一個比拼系列就更加唔係同一款機。咁但係都希望真係有興趣都想買 RG Freedom 嘅朋友會有一個參考，咁亦都想大家會感受得到 STEED 系列機體嘅魅力。至於呢個突擊自由極，中意 STEED 嘅朋友一定要買，唔使諗噶啦。如果中意我呢一段影片，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留言講下你嘅感受，最好當然係分享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未訂閱嘅朋友，希望你會訂閱我呢一個頻道啦。好，係時候休息啦。下集再見。